苏学伟，把药给我，把药给我。想让我给你？好啊，学2声狗叫听听。怎么，不愿意呀？你不是最爱给我当狗了吗？苏学伟，我是你老公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老公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疾病缠身，穷困潦倒，活得连条狗都不如，也配当我的老公？该以琛才是我的老公。苏西伟，我给你花钱买车买房，甚至把整个公司送给你，你居然背叛我，和别的男人在一起。那又怎样？谁说当你的老婆就不能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？我结了婚，依然有谈恋爱的权利，而你给我花钱，那是理所应当啊。人家以琛可是国外知名艺术家，不仅见过世面，而且很有才华，比起你不知道强了多少。你说我不选以琛，难道选你这个病秧子吗？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病啊，就是我们承认给你，为的就是能让你快点死，我们好拿到你所有的财产。把药给我，把药给我！想要啊，求我啊！我求你！何正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一点骨气都没有，你活着还有什么用？让我来帮你一把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我重生了，多吃点。何正，过来把桌子给收拾了。这一世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你愣着干嘛？你聋了吗？没听到我女儿让你把桌子收拾干净？收拾餐桌不是你这个保姆该做的事吗？收拾餐桌不是你这个保姆该做的事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我可是细微的妈，你居然让我去收拾，我看你是不想和我女儿结婚了。告诉你，你最好快点过去，要不然我女儿一会儿生气了，你又要跪在地上道歉。呸！这汤难喝死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没看到子言喝不惯吗？赶紧去重新煲一壶来，顺便把这些都给收拾了。这是特意为我煲的汤，谁让你们喝的？你吼什么？不就是一壶汤，喝了又怎么了？何正，你以为我们爱吃你的东西啊？在国外那都是分餐制，不像国内这么原始，大家像猪一样，在一口锅里互相吃口水。以琛，对不起，是我安排不周，下次咱们出去吃，不喝他的臭汤。这里的汤难喝死了，我都喝吐了。子言，下次阿姨带你去吃最高级的西餐，好不好？你们在我家吃我的，喝我的，最后还要嫌弃。既然你们不愿意吃，那就滚啊！你有完没完？你是要死了还是有病了？不就差你这一口汤吗？你没完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以琛能来我们家，那是你的荣幸。以琛是艺术家，在国外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不像你土包子一个，再有钱也还是一副穷酸相。我现在通知你，从今天起，子言和以琛就住在我们家了。
不太合适吧？何真他还没同意呢。不需要他同意，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他做主？子妍，以后呢你就住在这里，好不好呀？不要，我才不要住这房子呢！这房子又破又小，家里的东西都丑死了，我才不住这里呢！谁让你摔我花瓶的？你知不知道这是古董，价值2000万？区区2000万，也值得你冲一个小孩子发火？不就是一个花瓶吗？摔了又能怎么样？那子妍可是从国外回来的，见惯了国外的艺术品，压根就看不上国内的这些破烂。我命令你，现在立刻给子妍赔礼道歉。他摔我花瓶，你让我给他赔礼道歉？哎，西薇，还是算了，你别怪何正，是我们的错，我们来的不是时候。子妍，来跟爸爸走。雨琛，这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明明就是何正的错，他就是想在我这找存在感，我还不知道他的把戏吗？啊！我命令你，现在就给子妍道歉，否则别怪我不嫁给你。何正，你别闹了，谁都能看出来你在故意找茬。那个花瓶我看着都丑，更别提从国外回来的小少爷了。子妍，爸爸跟你说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从小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。某些人连国都没出过，没见识。你要是说实话了，人家会受不了的。以琛，你怪子妍干嘛？她说实话又没有错。子妍，今天呢有一个拍卖会，里面有好多艺术品，你喜欢什么，阿姨就都买给你，好不好？哎，西薇，这样会把孩子惯坏的。哎呀，这有什么？既然你来家里住了，当然要让你住得舒服一点。你是艺术家，这家里没几件像样的艺术品，这可怎么能行？可是我喜欢的艺术品，那都是名家名作，价格不菲啊。这算什么？只要你喜欢，多少钱我都买给你，反正花的是何正的钱。这何正同意吗？他敢不同意？只要我一句话，别说几件艺术品，就是整个拍卖会，他都会买给我的。你说是吧，何正？上一世我为你散尽家财，最终被你折磨致死。这一世我要让你们也体会一下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好啊，我都买给你。你听到了吧？何正爱我如命，我让他干嘛他就得干。不理他，咱们走。妈，你去把家里最贵的那辆劳斯莱斯开出来。以琛他坐不惯500万以下的车。好嘞。等我吧。喂，是我，帮我断掉苏细薇名下所有附属金卡，另外帮我收集证据，我要让他把所有欠我的东西全部吐出来。这拍卖会场办的真气派呀，比上次在酒店的规模大多了。对呀。来，子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，阿姨都帮你买回家。都不好看，没有喜欢的。没关系，慢慢看，喜欢什么呢就告诉阿姨。您好，女士，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如果没有，你们可以先做散座，每位500。散座？那岂不是要和这些平民坐在一起了？这也太有失我艺术家的身份了吧？何正，你怎么办事的？居然让我和我爸爸做散座，怪不得苏阿姨不喜欢呢。你可真是个废物！你说什么呢？你干什么？子妍她说你说错了吗？你要是在来的路上提前安排好，我们至于在这儿丢人吗？以琛可是艺术家，你居然让他做散座，你怎么想的？小姐，给我们安排最前面的席位，我要 VIP 位置。不好意思，女士 ，VIP 席位是需要您购买的，每位要50万。我当多少呢？50万，
就给我安排 VIP 席位。好的，小姐，您跟我来。来啊，何正，没体验过 VIP 坐席吧？赶紧来试试，感觉真的很不一样。你不用理他，他就是狗肉上不了酒席，让他坐 VIP 席位纯属浪费，别理他。不用了，我就坐这儿就挺好。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，这个态度还算有救。待会儿就让以琛带你见见世面，让你看看真正的上流社会是什么样子。女士您好，这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品，您可以提前看一看。以琛，你看看。这些都很一般呀，算了，随便买几样在家放着就行。毕竟是国内，这东西一般也情有可原。那不行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能将就？小姐，你们这儿最贵的藏品是什么？拿出来给我们看看。小姐，您真的要买最贵的藏品？废话。请跟我来。小姐，这是本次拍卖会的镇馆之宝，出自意大利顶级大师米开朗之作，估价1亿元。1亿，勉强配得上以琛的身份，虽然比不上以琛在国外收藏的那些，但总算能入眼了。行，就它了，给我包起来。听到没有？1亿的画这么轻易就买了？真是个富婆，这么昂贵的画说送就送，太了不起了。这幅画线条僵硬，是米开朗早年间的作品，但和我国外的那些藏品相比，简直就是不值一提。不过也能将就摆着，就它吧。哎，何正，你要不来看一眼？他能看懂什么？一个井底之蛙。你看好了，让他付钱就行了。我说的对吧，何征？很对，我就不看了，你们看好就行。你听到了吧，小姐，包起来。对不起，小姐，这幅画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品，必须经过拍卖才能送到你的手中。你什么意思？觉得我付不起钱是不是？小姐，您误会了，这是拍卖行的规矩，我们没有权利做主。什么规矩？这是我要送给以琛的画，我看谁敢跟我争。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这幅画我要定。那可不一定。这不是陈老板吗？陈老板来了，陈老板你来了，这是陈老板，今天也是冲着这幅画来的。什么陈老板？谁敢阻拦我给以琛送画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以琛，你放心，今天这幅画我一定给你拍下来。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，请各位落座。本次拍卖会第一件拍品是意大利画家米开朗的作品《睡莲》，起拍价5000万，请各位出价。5000万5000万啊！何征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出价呀！你要的东西，当然你自己出价了。 6000万，7000万，8000万，1亿。陈先生出价到了1个亿，有没有要跟的？西薇，这幅画我们不会买不下来吧？以琛，你放心，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，我100%给你拍下。1个亿1次，1个亿2次，1个亿3次。这位女士，您要出价多少？我不出价。来人，我要点天灯。我要点天灯。点天灯。这位女士，您确定？当然，你没听错，我就是要点天灯。这幅画我要定了
今天不管谁出价多少钱，我都加价5000万。5000万，听到了吧？那个富婆居然点天灯了！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点天灯，真是闻所未闻。这个男人太让人羡慕了。细微，你为我点天灯，不正他能同意吗？笑话，我需要他同意吗？不信你问问他，我点天灯，他有半点意见吗？啊，没意见，完全没意见。怎么样？现在还有谁敢跟我争？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1亿5千万1次，1亿5千万2次，1亿5千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女士！恭喜恭喜！以琛，这幅画是你的了。子妍，快来看看，爸爸新买的这幅画漂不漂亮？子妍呢？细微，子妍不见了。你这孩子怎么把古董都砸碎了？还有这画也都画满了，这谁家的孩子？你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爸爸，爸爸！放开你的脏手！竟然夺我们家孩子的！子妍，没事吧？啊，他欺负我。废物！谁给你的狗胆动我们家孩子？你家孩子把我们古董都砸坏了，我管教你就算了，怎么还打人？打你怎么了？我可是这家拍卖行的 VIP。你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跟孩子计较？孩子，你们这孩子毁了我多少藏品！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，谁都别想走。这怎么能怪我？明明是你的瓶子没有放好，我才不小心碰的。就是，我们家孩子刚从国外回来，那喜欢蹦蹦跳跳是他的天性。你不看好自己的东西，反倒怪我们孩子。哎，你讲不讲道理？你什么你？不就打碎了几个瓶子，画了几幅画吗？我有说不赔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的这些东西，我全部照价赔偿。照价赔偿？这些东西加起来得有几个亿，这也太豪气了。这个女人先是点天灯，然后又赔了几个亿，她到底是谁家的阔太太呀？怎么没听清楚？那我就再说一遍，你今天的所有东西，我一分不少的全都赔给你。女士，我和您确认一下，这些打碎的瓶子还有墙上的画，您全部赔偿。没错，而且我不按你们的收购价来，我要按你们的估价，全都给我按照最高价格来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这些古董加起来得要2个亿啊！我当多少钱呢？区区2个亿，区区2个亿，你就敢对我大呼小叫？2个亿你就敢凶我们家孩子？对不起，女士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哎，请您原谅我。这个态度嘛，还差不多。那边坐着的那个是追求我多年的死舔狗，他有的是钱，只要我招招手啊，他就会屁颠屁颠的过来帮我把钱给付了。细微，你替我出头，何真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哼，他敢！何真，我问你，刚才我做的那些事情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你说的都对。很好，你今天的做法我非常满意，一会儿我就奖励你，可以跟我一辆车回家。细微，你也太有手段了！我就说，像他这样的土包子，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原来全是他舔着你啊！他能舔我，那是他的荣幸。好狗，这是一条好狗。笑吧，尽情的笑吧，一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。哎，女士，请您确认一下，你有完没完？啰里吧嗦的，赶紧去！这点钱对我爸爸来说根本都不算什么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找人开单。细微，感谢你能为我出头。这样，要不这笔钱我来出，等我的画都卖掉了，我立马就把钱给你。
以琛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你说我这回国也没给你带礼物，还让你替我赔偿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了。以琛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本来今天就是为了欢迎你第一天回国的。这样吧，你要是真的想送我礼物，那就在这个拍卖行选几件藏品送给我，到时候我让何真一起付钱。不太好吧？这么多钱，何真她真的不会生气吗？他敢，我花他的钱那是给他脸。你都不知道，以前啊，他都是跪着求我花他的钱的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件事情我做主了。孙经理是吧？是。今天拍卖会上的所有东西，我全要了。你全都要？你没听错，我全要了。这次我要再点天灯，而且是全场点灯。全场天灯，那可是要5个多亿啊！怎么，你还在怀疑我们的实力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以琛可是国外回来的艺术家，能来你们这儿已经是给足你面子。说实在的，就你们这破烂东西，我们压根儿就看不上，根本就看不上。是。好了，赶紧愣着干嘛？赶紧开单子！开好了，这位女士，一共7亿3千万。我当多少钱呢？也才不到1个亿美金啊！何章，你在那傻看什么呢？你是瞎了还是傻了？还不赶紧过来给我付账！结账？你买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结账？何章，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再说一遍！这画是你买的，这天灯也是你点的，这地上的东西也是他打碎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结账？哦，不对，我确实该结，毕竟这散座还要500块呢。这是我的座位钱，我的账已经结清了，你们的就自己想办法了。我当时什么富婆呢？原来是傍大款的捞女，人家不给她结钱，她就没办法了。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，拿着原配的钱去包小白脸。不过我今天看她不是小白脸，是一个带着孩子的油腻男。这种女人真是可恶，给自己花钱就算了，给别人一出手就是5个亿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不是自己的钱，花的真不心疼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们家的事儿跟你们没有关系。女士，单子已经开了，你就不能反悔了。这笔钱必须得给，如果不给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西薇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我可是艺术家，在国际上都是有头有脸的。这件事千万不能传出去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这以后还怎么混啊？以琛，你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何征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个钱你给还是不给？不给，那就别怪我取消婚约，我让你这辈子再见不到我。好啊，那就取消，正合我意。西薇，好，你跟我耍脾气是吧？你真以为我离了你就不行了？我没有你，我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。这个是可以透支10亿的至尊金卡，拿去刷。何征，你想拿捏我，这辈子休想。好了没有？效率怎么这么慢？您这卡里根本没钱，刷不出来啊！拿来！您的账户已被冻结，刷卡失败。怎么会这样？完。苏小姐，你该不会是付不起钱，拖延时间吧？这么点小钱，我怎么可能付不起啊？骗子，大骗子！还真是个装货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富婆呢。就这点实力，还敢打肿脸充胖子，包养小白脸儿，差点丢脸丢到家了。何征，是你把我的至尊金卡给冻结了是吧？
我只能冻结我自己的卡，别人的卡我怎么冻结？何铮，你竟敢这么对我！何铮，熹薇都肯委屈自己跟你在一起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呢？以琛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何铮，我能答应跟你在一起已经是够给你脸了，你现在赶紧把钱给我付了，不然我就跟你分手。既然王以琛对你那么好，那你怎么不让他给你付？何铮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现在让你付钱，就是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。熹薇，我看何铮就是看见我在你身边，吃醋生气了。要不我带子妍先离开，你们俩在这好好聊聊啊。慢着，王大艺术家，你该不会是付不起钱，想逃跑吧？你以为我们以琛跟你这个土包子一样，脑子里就那几个臭钱？你说是吧，以琛？是啊，熹薇，我离开是不想看见他这么对你，这样我会难过的。以琛，我就知道你事事都为我着想。熹薇，听过这样一句话：钱在哪，爱就在哪里。他何铮不愿意替你付这个钱，那就是不够爱你。何铮，你竟敢不够爱我！何铮，我说这个话没有挑拨你们之间感情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，你要是真的爱他，就应该替他把这个钱给付了。那你爱他了吗？像熹薇这么优秀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人不爱呢？不过我对他仅仅是欣赏而已，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龌龊之事。冠冕堂皇！既然你那么欣赏他，那你就更应该拿钱去证明你对苏熹薇的爱。何铮，你怎么这么俗呢？爱情这么高级的东西，那怎么能用金钱去衡量？不是你说的吗？钱在哪儿，爱就在哪里。那是你们国内的说法，我们国外又不是这样的。我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啊，王大才子，这爱情还有国界之分。像你这种井底之蛙，自然不懂得我们以琛国外熏陶的爱情观。这种吃软饭的爱情，确实不懂。国外这爱情观听着洋气，可哪有咱这实在呀？对呀，哎呀，你说谁吃软饭呢？何铮，我警告你，别胡说八道啊！哟，别激动啊，这谁激动，不就说明谁在吃软饭吗？以琛爱我才花我的钱，我不准你这么说他。以琛，对不起，都怪我非让你花我的钱，害得你被别人误会了。没事，熹薇，我跟他们思想境界不在一个层次上，只要你懂我就好。何铮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再不付这个钱，我就跟你分手，你休想再跟我结婚。这个女人哪来的自信？当众给原配戴绿帽子，然后让原配给小三花钱。什么男小三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只有那个不被爱的人，才是小三。你们那么相爱，那干嘛不锁死，非要出来祸害别人？像你这种土包子懂什么？我跟以琛是至死不渝的纯爱。别什么都拿爱情当幌子，你这种三心二意的女人就是没有道德，在古代是要被进猪笼的。我看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有这么多人爱我，证明我有魅力。三心二意还敢说谁呀？何先生，这个女人她根本就不爱你，你不要再继续被她给骗钱了。哼，笑话，我都不用开口，何铮就会乖乖的把钱送到我跟前，求着我还。何先生，爱人先爱己，有些人不值得你付出这么多。他爱我，就该接受我的所有，包括我爱的。这对何先生来说太不公平了。何铮，你要是还想继续站在我身边的话，就老实的夹起尾巴，做一条说一不二的狗。何铮，你要是现在把钱付了，我或许可以施舍一个站在我身边的名分，否则我就跟你分手，取消婚约。苏熹薇，前世我爱你爱到没有尊严，忍受了你一次次的侮辱和践踏，这一次我要把你对我的伤害加倍奉还。取消婚礼，我求之不得。何铮，
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个态度对我？苏西薇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不再爱你，你欠我，也是时候该还回来了。你不可能不爱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些都是你为了吸引我注意而搞的小把戏。苏西薇，你还是那么的自以为是。你知道自己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样子有多贱，多看一眼都嫌恶心。你再也不会看到那个样子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何征跟你一刀两断。我巴不得你这个死舔狗离我远一点，好让我跟以琛双宿双飞。要是何征这个舔狗不再给苏西薇钱，那我也就没钱花了，这可不行。西薇，你别说气话了，何征一定是太爱你了，所以才介意你身边有其他男人的。他有什么资格介意？我乐意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。他作为一个舔狗，就该有舔狗的自觉。我现在还愿意站在这儿跟你废话，你就应该跪下来谢谢。我是该好好谢谢你，是你让我明白，这人心究竟能恶心到什么地步。爸爸，我们快回家吧，我不想待在这地方了。西薇，这子妍刚回国有时差，这个时间我们该回去休息了。说得对，不能耽误子妍休息长身体。你干什么？耽误了子妍长身体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我看他最需要长的是脑子。你个死猪头，竟然敢骂我没脑子！哎呦，子妍，你没事吧？你竟敢推子妍！我告诉你，子妍可是艺术界未来的紫微星，你要是伤到她的手，你祖宗18代你都赔不起。少跟老子废话，你先把这个钱赔了再说。你们国内的人怎么都这么粗鲁？以琛，我们国内还有句话叫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们到底付不付钱？不就是几个破钱吗？我们有的是。哦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要是少付1分，就把你们腿打断，要把你们送进警局。以琛，你在国外不是很有名气、很有钱吗？要不你先把这个钱给垫上。何征他现在就是在闹小脾气呢，等他找我和好了，我就让他把这个钱还给你。啊，我哪有什么钱呀？我也根本没去过国外。西薇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人一直是精神至上，从来不去追求什么物质，所以我的钱都用来投身于艺术创作了。这，西薇，不会不相信我吧？罢了，高处不胜寒，本来以为你还懂我。不，以琛，我懂你，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大艺术家，我当然懂你。下个晦气玩意儿，我到底付不付钱？西薇，以琛，你别害怕，何征他这么爱我，肯定会帮我付钱的啊！何征，你现在赶紧把钱给我付了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跟你分手。麻烦你搞清楚，现在是我要和你分手。你别装了，你现在还不离开，不就是等着我回头呢吗？不过，我确实舍不得离开。我就知道你还是舍不得我，现在赶紧把钱付了，然后把我跟以琛送回别墅休息，这样我心情好了，说不定还能跟你多说几句话。我舍不得离开，是想看你们被教训的好戏。我觉得你应该多跟我讲2句，毕竟等你关入牢的时候，我可没机会去看你。哎，你什么你？再不还钱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何征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只要你现在还钱，我可以原谅你。你听见了没有？说我原谅你了，快还钱！臭猪头，快放我们出去！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来人，给我打！干什么？
西伟，快救我！西伟，西伟，快救我！疼死我了，西伟！打得好，必须打他的！救命！你们打了我爸爸，就不能再打我了！哭什么哭？再哭，丫给你打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啊！看他演的还挺像一回事儿嘞。何真，你没看见吗？他都这么对我了，你还不过来帮我？我看到了。那你还不过来帮我？那我帮你补偿。好啊，真不错呀！你何正！最后再问你们一遍，到底还不还钱？西伟，你快想想办法，西伟，我还得去国外创造艺术，我不能被关进大牢呀！以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样的艺术家被这几个臭钱给耽误的。何正，只要你现在把钱付了，我可以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，继续跟你结婚。孙经理，你还是赶快报警吧。好。何正，何正，你这样会永远失去我的。几个无赖竟敢骗到我的头上，我这就打电话把你们抓起来。我怎么办啊？慢着！你又想耍什么鬼把戏3天，你再给我们3天时间，我一定把钱还给你。 ？3天，3天过后你们再不还钱，可就不是报警这么简单了。西伟，3天时间这么短，我们去哪给他找钱呀？以琛，你放心，何征他那么爱我，肯定不舍得看见我被抓进去的。他现在就是闹脾气，肯定会回来哄我的。到时候我就让他把拍卖行的钱给还上。你现在放我们离开，3天后我就把钱给你。好，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过后你们再不还钱，我亲自把你们送进监狱。何总，房产大亨陈德荣的外孙女明天要在咱们酒店举办10周岁的生日宴，但是他点名只要皇家1号宴会厅。当初这个宴会厅能建成，陈总帮了不少忙。明天皇家1号的宴会厅有客人预约吗？有的，您之前推掉了所有客人的预约，说是要给王先生的儿子王子言举办10周岁的生日宴。这样，打电话给陈德荣那边，就说明天皇家1号的宴会厅已经为他准备好了。好的。您好，请问您是陈总吗？您好，我是他女儿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好熟悉的声音。皇家1号宴会厅明天已经为你们预约好了，请问您这边怎么称呼？我要登记一下明天预约人的信息。陈嫣然，叫我嫣然就好。嫣然，是他，真的是他。何征，你别去，苏西薇跟同学们打了赌，你现在过去会被取笑的。不会的，西薇她是个善良的女孩，她不会这么做的。西薇，我喜欢你，能做我女朋友吗？可是我不喜欢带刺的玫瑰。何征，要是你愿意用手把这玫瑰上的刺都拔下来，我就考虑一下做你女朋友。好。西薇，这下没有刺了。可是我现在不喜欢玫瑰了，我也不喜欢你。看到没有，这何征就是一条没有尊严的贱狗。就算我现在要他的命，他也会心甘情愿的为我去死。臭小子！哎呦，搞笑！为何是
绚烂，叫人扑空。为何爱我，正与我牢笼？为何等？何征，苏熹微他不值得你这么做，我不想看到你再被他伤害了。喜欢一个人是不会计较值不值得的。我喜欢熹微，我的眼里只有他。那我就等你，等你不喜欢他了，记得回头看我一眼，我一定还在。嫣然，我什么时候能再遇见你呢？我去过荒无人间，看过浪漫风月，可领略风景万千步，一见碧玉。何征，何时已得再见？打鼻液。我朵朵，他不是爸爸，快到妈妈这来。她是你女儿。你结婚了？没有，我单身。朵朵是我领养的，她很可怜的，从小就因为生病被亲生父母抛弃了。你就是我爸比吗？朵朵，他是叔叔，不是爸爸。没事，他想叫什么就随他吧。朵朵，你为什么叫我爸爸呀？因为妈妈和爸爸是一对，我觉得你和我妈咪是一对。那个，我们还要去看明天生日宴的场地呢，就先走了，拜拜。明天皇家1号的生日宴，一切给我按最高规格准备。另外，把我那套国际大师封山制作的顶级珠宝拿出来。明天我要把它送给一个我特别重要的人。什么7个亿？怎么会欠这么多？何征这个窝囊废，一向对你言听计从，这次他怎么变化这么大？该不会是外面有人了吧？不会的，何征就是我身边一条赶不走的舔狗。他今天的反常肯定是欲擒故纵，想引起我的注意。真的？那他为什么说不和你结婚了？一哭二闹三上吊呗。他今天这样肯定是吃以琛的醋了，觉得我不在意他，想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。也对，我听说他明天在皇家1号给一个10岁的小朋友举行生日宴。10岁的小朋友，那肯定是子妍了。何征给子妍举办生日宴，就是为了哄我开心。只要我勾勾手指头，他肯定会屁颠屁颠的回来，帮我把拍卖行的7亿给还了的。听说何征那个窝囊废还准备了一套价值数10亿的珠宝，说是要送给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我想着肯定是我们家熹微无疑了。哼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何征这个废物，肯定是明天想用这套珠宝来跟我求复合。他这么爱我，根本就离不开我。可惜我这心里就只有以琛，他何征算个什么东西？顶多算我养了一条狗。等我拿到他的所有财产，再把拍卖行的钱给还了，我让他有多远就滚多远。陈总好，陈总好，快把红毯铺上，红布拉好。是。当心点儿，这可是我耗资1000亿专门为朵朵打造的钻石皇冠，全世界仅此一个。啊，好的，老板。走。我去接我的女儿和我的宝贝外孙女儿。
哇，这是我的生日宴吗？好气派呀！细微，多亏有你。这算什么？只要你们开心，我能让何征把命送来给你。不愧是你啊，女儿，把那个何征迷得死去活来的。何征那个废物，只要我稍微一不开心，他就会加倍讨好我。狗永远都是狗，还是改不了吃屎。这什么破东西，都是小女生喜欢的东西。从小啊，我就一直教育子言要做个男子汉，所以他比较讨厌小女生喜欢的东西。这何征真是个废物，连子言喜欢什么都不知道。扯掉，都扯掉！细微啊，何征那个窝囊废可真听你的话，把这里装饰的这么豪华。像他那种狗，只有把主人哄开心了，才能得到我的一点点好脸色。细微，真是委屈你了，还要为难自己去照顾那个什么何征。以琛，为了你，一切都值得。你等我创作出绝世画作，我一定给你你想要的生活。以琛，你就安心创作你的艺术，钱的事儿有何征呢？我只是心疼你。以琛，只有你最爱我。我讨厌这里。子言，怎么了？子言，怎么了？我是男子汉，这花是粉红色的，我不喜欢。粉红色可是我们细微最喜欢的颜色。估计何征那个舔狗是想哄我们细微开心。何征这个猪脑子，就只记得我最喜欢什么。子言，这是你细微阿姨最喜欢的花。我管他喜不喜欢呢，反正我不喜欢。细微，这子言从小在国外生活，无拘无束的，说话直接，不像国内的那些孩子那么虚伪，你可别见怪啊。我怎么会怪他呢？以琛，我就喜欢子言这种解放天性的孩子。子言，这里的任何东西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想砸什么就砸什么。好。细微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画面特别的艺术？对，以琛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。只有像我们家子言这样无拘无束长大的孩子，这以后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家。爸爸，这是什么？哎，细微，那是你给子言准备的生日礼物吗？那肯定是何征那个舔狗为了讨我欢心，特地给子言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子言，快打开看看，喜不喜欢？好多钻石呀！哎，你慢点儿，以琛啊，赶紧让子言停手，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钻石呀！我在国外收藏了许多品类的钻石，像这种这么大一颗的，一看就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对，没错。子言呢，他从小受我熏陶，想必啊，也是看出来这颗钻石是假的，这才把这皇冠当成球踢的。何征这个废物，居然敢拿假钻石来糊弄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竟然敢砸何总朋友孩子的生日宴！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管你是什么人，何总特意嘱咐过，这个朋友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你要是再胡闹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啊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就是那个对何征很重要的人。不可能，何总说了，过生日的是一个10岁的小女生啊！竟然敢骂我是女生，看我打不死你！你们等等，这是何总给那位非常重要朋友的见面礼。算他识相，还知道拿珠宝来哄我。
这些珠宝是何正那个舔狗拿来让我女儿开心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苏细微，是你？你对我女儿的生日宴做了什么？陈嫣然，好久不见。是谁踩碎了我的皇冠？是我又怎样？臭丫头！气死我了！你竟然敢推我，看我打不死你！就你这个菜鸡，还想打我？笑话！爸爸，他打我！你们国内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，这跟野人有什么区别？打不过就反咬一口，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陈嫣然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这是我的生日宴，我的地盘，你们给我滚出去！这是我外公给我准备的生日宴，该滚出去的应该是你们这些无理的人。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了，陈嫣然，小孩子不懂事也就算了，你当大人的怎么也不管管？这里是何征为子妍举办的生日宴。何征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何征。可惜他啊，只爱我。就算我爱的人只有以琛，他还是会心甘情愿当我的舔狗。我对你的私生活不感兴趣。这里是我女儿的生日宴，请你们离开，不然我就要报警了。我再说一遍，这里是子妍的生日宴。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里明明就是我女儿陈朵朵的生日宴会。细微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细微，为什么这个野丫头的照片会出现在我们家子妍的生日宴上？这肯定是这对不要脸的母女在硬蹭。苏细微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嘴硬了？这明明是我女儿朵朵的生日宴。对，这就是我的生日宴，你们给我滚出去！该滚出去的人是你们，肯定是你们这对不要脸的母女，趁我们不在，把子妍的照片换成了这个野丫头。原来如此，居然敢蹭我们子妍的生日宴，真是一个大不要脸带一个小不要脸的。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们国内这爱慕虚荣的装货怎么这么多？连别人的生日宴也敢偷？不要脸，不要脸的野丫头！你们要是再敢出言不逊的话，我就要叫保安把你们赶出去了。笑话！等何征向我求了婚，这整个酒店就都是我的。我倒要看看保安来了，到底是要轰谁出去？苏细微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蛮不讲理。我说这是子妍的生日宴，这就是子妍的生日宴。没错，我女儿就是何氏集团的女主人，她说什么都是对的。李经理，你能不能帮我查询一下，是否有位姓陈的女士预定了皇家1号宴会厅举办生日宴？确实有位陈女士预约了皇家1号为她女儿举办生日宴。听到了吗？现在你们可以离开了吗？这绝不可能。苏小姐，这确实是陈小姐为她女儿举办的生日宴。细微，你不是说何征已经答应给子妍在皇家1号举办生日宴的吗？细微，何征那个舔狗怎么敢忤逆你的命令？苏细微，没有人会一直不求回报的为你付出。你这个贱人，给我闭嘴！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，你嫉妒何征只爱我，只对我一个人好。我不管你们说什么，这里是我女儿的生日宴，现在请你们离开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苏小姐，请你归还身上佩戴的珠宝，并且从陈小姐的生日宴离开，不要扰乱我们酒店的秩序。珠宝、首饰。是的，何总特意吩咐过，说是要送给今天在场一位很重要的朋友。难道何征说的是？陈嫣然，你不会在白日做梦，以为那个人是你吧？我没有这么想。那你最好别痴心妄想。不管是从前还是以后，何征他都只能是我一个人的舔狗。看到没有？这套珠宝就是何征为了求复合特意送我。何征这个舔狗也真是，还真以为一套破旧的珠宝就能收买我女儿的心吗？那必然不可能。
这套珠宝只能让他有个继续舔我的机会，毕竟我的真爱只有以琛。你这样三心二意，根本就不尊重何铮。他就是我身边的一条狗，狗要什么尊重？林嫣然，你深爱的男人，在我苏熹微眼里不过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垃圾，你根本就不配得到何铮的爱。那又怎样？他只爱我。我真为何铮感到不值。你这个贱女人，就是妒忌我的女儿，所以才来捣乱子妍的生日宴。没错，李经理，还不赶紧把这个冒牌货给我赶出去！可是，确实是陈小姐预约的今天的生日宴呀。你这个服务员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，还是怎么回事？以后这个酒店就是我女儿的，我管她谁先预约的。可是，你可是什么可是？像你这种奴才就应该听主人的命令，把两个冒牌货母女给我赶出去！苏熹微，你太过分了！贱人，我来让你见识见识更过分的。坏女人，不准你打我妈妈！今天我就让你长长教训。坏女人，不可以欺负我妈妈！别着急呀，马上就轮到你了。苏熹微，你疯了吗？我不允许你对我女儿动手！贱人，你招打是吧？妈，给我按住她！好，今天我就让你长长教训，跟我苏熹微抢男人是个什么下场？没有人和你抢男人，你个贱人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从大学开始就喜欢何铮，只可惜呀，何铮只爱我，你这辈子休想抢走他。你既然说何铮只爱你一个人，那你为什么担心何铮被我抢走呢？苏熹微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害怕？你个贱人，我害怕什么？你不害怕你在乱叫什么？贱人，你居然敢挑衅我，我打死你！你这个坏女人，不准你打我妈妈！我要让我外公来修理你们！你外公又是哪个老不死？他来了，我照样打！对，一起打，打死他们！我外公是陈德荣，要是你们再敢欺负我妈妈，你们就完蛋了！陈德荣，那个地产大亨，是那个经常上电视上的杭城首富。啊！真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斗，小小年纪就这么撒谎，竟敢说陈德荣是你的外公？有妈生没妈养的小撒谎精！没想到你们国内的小孩都这么虚荣，连外公也能乱认的。我没有撒谎，我的外公就是陈德荣，我要让我外公来把你们全都抓起来！笑话，你怎么不说陈德荣是你爸呢？哎呀，说不准真是的，看他妈妈贱样，什么事做不出来啊！你们给我闭嘴！我不允许你们这么羞辱我的爸爸！父亲，说不定他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，在外面认的干爹。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肮脏吗？贱人，还敢顶嘴！坏女人，不可以伤害我妈妈！死丫头，再敢哭，我就把你的牙给拔了！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在我外孙女的生日宴上闹事？陈总好。李经理，带你的人先下去。是。真的是陈德荣？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？不可能，他们母女俩的档次一看就不是陈总的家人，他俩肯定是假冒的。以琛说的对，像陈嫣然这种货色，怎么可能是陈德荣的女人？哎，陈总，你看那两个人啊，一个冒充你女儿，一个冒充你外孙女。外公，快来救救妈妈！陈总，你看那两个人啊，一个冒充你女儿，一个冒充你外孙女。外公，快来救救妈妈！哎呀，你看这都死到临头了，这没教养的野丫头还搁那撒谎呢。陈总，你是不是打错人了？陈总，以琛，以琛，你没事吧？凭什么打以琛？外公，就是这群人在欺负我和妈妈。朵朵，没事，有外公在，没人敢再欺负你们了。完了，
陈德荣居然真是陈嫣然这个贱人的父亲。女儿，是父亲来晚了。是谁欺负我女儿了？陈总，肯定不是我，我素质这么高，是不会打人的。外公，就是这两个人欺负的妈妈，他们还说要打死妈妈。小孩子家家话可不能乱讲，我们只是和你妈妈开个玩笑而已。开玩笑啊！好，来人，给他们也开开玩笑，开的越严重越好。放开我！医生救我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今天敢伤害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外孙女，你们必须付出代价。别以为你有多厉害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何真最爱的女人。她看到你这么对我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没错，我们家细微可是何征的心肝宝贝，你们这些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，等着瞧吧，何征肯定会把你们大卸八块。别说这何征了，就是天王老子来欺负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女，都要付出代价。插嘴！插嘴！你竟敢打我！哎呀喂，打人了，无法无天了！陈德荣，你这个老匹夫，你竟敢让人打我！给我等着！何征要是知道你这么对我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他肯定会过来为我撑腰，他会让你们全家都给我下跪道歉。我想何征是个明辨是非的人，他会知道谁对谁错。在他何征眼里，我苏西薇就是他的一切，他爱我，哪怕我做错了，他也会毫无保留地站在我这边。看到没有，这一套全球限量款的珠宝，就是他求我留在他身边的证明。他说他这辈子不能没有我，而你陈嫣然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没人要的二手，还带着一个拖油瓶。以前何征根本就对你爱答不理的，现在他就能瞎了眼爱上你了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！我告诉你，何征他这个人，他的心，他的一切，都只能属于我苏西薇。你这辈子别想得到他一分一毫的垂怜，你这一辈子都只能做我苏西薇脚下的泥。闭嘴！我的女儿还轮不上你在这指手画脚的。我告诉你，何征他马上就会过来救我了。他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他看到你们这么欺负我，肯定会心疼死的。到时候他就会更加的讨厌你。没错，我们家细微可是何征的心肝宝贝，你们这些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，等着瞧吧，何征肯定会把你们大卸八块。一个伶牙俐齿啊！看来刚才的教训根本没让你们长记性，给我继续狠狠的打！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嘴能硬到什么时候！何征他马上就要来了，他看到你们这样对我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今天谁来都没用，你们必须付出代价！这皇冠，这是我专门给朵朵打造的钻石皇冠。是谁？是谁？你要去哪？这是我专门给朵朵打造的钻石皇冠。是谁？是谁？
你要去哪儿？陈总问你话呢，跪下！陈总，你息怒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真不是我干的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是不是你？或者是这个臭小子？说！外公，就是这2个坏东西弄坏了我的皇冠。不是子言干的，是他弄坏的。以琛，你细微，你要体谅，子言还是个孩子，他能有什么错？我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做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细微，你就别胡搅蛮缠了。这子言年纪这么小，你又是他的长辈，你就不应该让着他点吗？这皇冠坏了，主要责任还是在你。就给我闭嘴！这个皇冠是我请欧洲皇家御用设计师为朵朵量身定做的，价值上亿。你们扰乱我外孙女的生日宴造成的损失以及精神补偿，合计你们得赔2个亿。什么？拿不出钱，那你拿人来抵呀。你们损坏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再加上今天你们寻衅挑事，你们3个人今后的日子里就在牢里边好好的反省。我会亲自打电话照顾一下你们，让里边的人好好的照顾照顾你。不要，我不要坐牢！何琛他马上就来了，他那么爱我，他肯定会替我还这个钱的。白日做梦！来人，拖下去，别弄脏了我外孙女的生日宴。我不要做了！何琛那个舔狗怎么还不来送钱呀？放开我！你们这些混蛋！何琛他肯定会过来给我还钱的。我看谁敢动他们！何琛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过来救我的。何琛，你快帮我还钱！你要是再不帮我还钱，这个老东西就要把我送进牢里去了。何琛他真的无条件站在苏西薇那边了吗？你对嫣然做了什么？嫣然，你的脸是不是他打的？告诉我，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？我没事儿，一点小伤而已。何琛，你疯了？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？我才是你的最爱，你在关心我？你爱的人只能是我苏西薇。这个贱人算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可以关心他？苏西薇，我告诉过你，我们之间早就一刀两断了。一刀两断？何琛，你少在这演戏了。我知道，这些都是你为了吸引我注意的把戏，想让我回心转意是吧？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只要你现在立刻向我下跪道歉，并且帮我把钱还上，我就跟你复合，跟你结婚，怎么样？我对你够好的。结婚？苏西薇，收起你那套异想天开的把戏吧。你还以为我是那个以前被你耍得团团转的傻子吗？你的面目我早就看得一清二楚，你休想再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东西。你伙同他们从我这儿坑蒙拐骗过的全部，现在都得连本带利给我还回来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愚蠢无知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何琛，你在这装腔作势的吓唬谁呢？你要是心里真的没有我，你要是真的想跟我一刀两断，你为什么要听我的话？为什么要给子言准备这么盛大的生日宴？还有这套珠宝，李经理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特意嘱咐他说要送给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我。除了我，还有谁能配得上这样的珠宝？那是我准备送给嫣然的，怎么会在她身上？这套珠宝怎么会在你身上？谁允许你戴的？当然是你找人特意送给我的了。你别装了，你的心里还是爱我。爱你，苏西薇，你也太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哪点觉得我何琛会喜欢一个满心算计、蛇蝎心肠的女人？这套珠宝是我特意为嫣然准备的，在我心里，嫣然才是那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。
这绝对不可能。你爱的人只能是我。还有，这场生日宴是我为朵朵准备的，跟那个王子言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别再自作多情了。何征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赶紧给细微道歉，不然他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他最好永远离开我的世界。何真，你疯了！你居然为了这么一个女人这样跟我讲话！你忘了你之前跪在我面前说你会爱我，一直对我好的吗？那些话，早在我死过一次的时候就彻底烟消云散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带着你妈还有王以琛那个软饭男和他的拖油瓶滚出我的别墅！还有，把那套不属于你的珠宝还回来。我不还，我不摘，这是你送给我的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我凭什么要还给你？何征，你怎么能背叛我？何征，你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呀！我女儿细微对你一心一意的，你现在有了新欢，却忘了旧爱，你这想要逼死我们母女呀！逼死你们！苏细微，你扪心自问，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以前，我确实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我曾经把我的一切双手捧在你们面前，可结果呢？你们把我当成什么？一个予取予求的提款机，一个可以被你们随意践踏尊严的傻子！你甚至带着你的情人进我的家，睡我的床，花我的钱，践踏我的底线。这都是你自愿的，没有人求着你这么做，是你自己要当我的舔狗。你既然当了，就要当一辈子。你现在这样算什么男人？苏细微，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。如果我继续和你纠缠下去，我的下场就是被你榨干最后一滴血，然后像垃圾一样被你随意丢进垃圾桶里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幸好我醒了，我再也不会被你们这群蛀虫伤害分毫。幸好我醒了，我再也不会被你们这群蛀虫伤害分毫。陈叔，该清理垃圾了。动手！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何征，你敢让人碰我？别碰我女儿！这是我的项链，你们这些混蛋还给我！是我的项链！苏细微，你省省力气吧，你还是该好好想想怎么还清楚你的作孽债。是你这个贱人，一定是你这个狐狸精勾引了何征，不然他怎么会这么对我？苏细微，你能不能别像个疯狗一样乱咬人？这件事情跟嫣然没有关系，都是因为你自己自作自受。苏细微，你能不能别像个疯狗一样乱咬人？这件事情跟嫣然没有关系，都是因为你自己自作自受。不可能，你以前是我的舔狗，你跪在我面前说你会爱我爱一辈子，你说过会对我百依百顺。如果不是这个贱人在背后挑拨离间，你怎么可能会变心？没天理呀！你个杀千刀的狐狸精！我们家细微的真心真是错付了，被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抢了老婆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毒？年纪轻轻的不学好，专挑有妇之夫下手。我没有，我陈嫣然不屑于做这种事情。我知道了，只要你现在立刻帮我还钱，并且答应以后会加倍对我好，我就不介意你养着这个小三。还有个条件，何征，为了表示你的诚意，你要把你名下所有的财产、你的公司、你的别墅、你的钱都转移到我女儿名下。我说，你们是没睡醒，还是脑袋被门夹了？何征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再答应你们任何无理的要求。你竟然这么对我！不准欺负我爸爸！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这对狗男女早就背着我勾搭在了一起，怪不得你会变心呢。原来你们背着我，连野种都生下来了。我跟何征之间是清白的。你闭嘴吧你！这个小野种，就是你们背着我偷情的铁证。我就说嘛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原来是一个早就生过孩子的破鞋，不要脸的贱人，专门抢别人的老公。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够了！我跟何征昨天才重逢，
朵朵是我领养的，她跟何征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这种鬼话谁会信？何征，你为了这个贱人和他的野种，你要抛弃我是吗？我说够了！苏西薇，你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宴会厅！等等，走可以，先把账结一下，总共2个亿。我没钱。没钱，没钱只能送你们该去的地方。动手！哎，西薇，我可是艺术家，我还得为世界艺术做贡献呢，我不能坐牢。还有子言，他是未来的艺术之星，他得要爸爸陪伴呀。李晨，李晨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李晨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啊，不就是2个亿吗？真以为我离了何征我就活不下去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离开了他，追我的大佬能从这里排到法国。你给我1天时间，1天之后，我保证把钱还给你。7天时间，欺负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女，还给我讨价还价了？爸，听他们的，给他们1天时间。好，看到我女儿的面子上，给你们1天时间。明天现在这个时候再见不到钱，你们可不只是去坐牢那么简单。好。燕文，赵爸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搞砸了生日宴。你不用道歉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何征，我真的为你感到开心。为我开心？对，你终于不再像以前一样任人拿捏，终于看清楚了现实，和错误的关系做了了断。以前是我辜负了你的好意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以后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爸比，你刚才好厉害呀，像超人一样的把坏人都给赶走了，以后我就有爸比保护啦。何征，陈叔，我陈德容的女儿和外孙女，不是谁都敢欺负的，但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可以守护的，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可以守护的。我的女儿从今天开始，要是受半点委屈，陈叔，你放心，我何征在此立誓，从今以后我会用我的一切去守护我身边的嫣然和朵朵。好，来，我的宝贝外孙女儿，哦，这里是私人住宅区，你们不能进去。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我是谁！我就是这里的业主，赶紧给我开门！我们回家你都敢来？你这个月的工资是不是不想要了？赶紧让我们进去！苏女士，何先生早上特意打电话交代过，你以及你身后的这几位，以后都不能再进入本小区。你说什么？何征？他敢？这是我的家，他凭什么不让我进？你这些名牌的包和首饰，你赶紧让我们进去，不然丢了你赔得起吗？何先生说了，要把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。这些都是什么？根本不是我们的东西。我的爱马仕，我的香奈儿套装，我的珠宝首饰呢？是不是你这个臭保安，趁我们不在，把我的珠宝首饰都给偷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的那些珠宝首饰要是丢了，把你这条贱命卖了都赔不起。就是。何先生已经交代过，你们来的时候什么样，走的时候就是什么样。你闭嘴！我真的不会这么对我。这是何先生的原话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。如果你们再在这儿胡搅蛮缠的话，就别怪我打电话举报你们扰民了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七伟，欠拍卖行的7个亿，还有陈德容的2亿，明天就是最后的还款日期了，该怎么办？
何征他就是一时昏了头，他离不开我的，他肯定会帮我还钱的。细微，你当初说何征爱你爱到骨子里，把你像女王一样捧着，你说他会给我投资，会给我办画展，说他就是你随取随用的提款机。本以为你是我的伯乐，是能让我充分施展才华的缪斯，可现在呢，辜负了我的艺术，也辜负了我对你的感情。你知道吗？巴黎画廊的莉莉安小姐到现在还天天问我什么时候回去。还有维也纳的安娜女爵答应我说要买下所有的作品。我为了你放弃了成为国际级艺术家的机会，可是你呢，让我变成了一条沦落街头的丧家之犬。不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是陈嫣然那个狐狸精，她用下三滥的手段勾引了何征。那我们能怎么办？何征已经不会再给你钱了。何征他就是我的舔狗，等他玩腻了陈嫣然，自然会哭着回来求我的。到时候我就骗光他的钱，全都给你。明天的钱还不上的话，我们会被抓起来的。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认识一个专门收藏字画的古总，凭我的面子，只要我把你带过去，把你的画给他看，他肯定会出高价收购的。真的？真的，他还会把你介绍给他圈子里的所有大佬，到时候你就能在杭城打响名号了。别说7个亿，就是70个亿也会有的。古总，这可是我们以琛的得意之作。您看看这构图，这笔触，那可不是一般画家能有的手。艺术是无价的，它承载的是一个创作者的灵魂。我的这幅画呀，表达的是我对这个浮躁世界的反抗。这画的是什么玩意儿？鬼画符吗？红红绿绿的，像是一盘呕吐物。但毕竟这个苏西薇是何种的女人，这个面子不能不给。王先生这幅画确实很有个人的风格。这样，我出10万，就当和王先生交个朋友。10万？古总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知道我们以琛是谁吗？那可是即将蜚声国际的大艺术家。那他的画在法国都是要进卢浮宫的，你出10万块钱，连他画上的一滴颜料都买不起啊！顾总，我本以为你是一个懂艺术的伯乐，没想到你这是在侮辱我的艺术，侮辱我的灵魂。这幅画可是我的心血结晶，它的市场估值至少是9位数，你想用区区10万就买走，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玩笑！二位别急，价格嘛都好谈啊。没什么好谈的，7个亿，一口价。2个疯子，要不是看在何总的面子上，我早就叫保安了。二位稍等，这么大的一笔交易，我得出去打个电话啊。何总，苏小姐带了一位叫王以琛的画家来我这儿，还带了一幅画，要强卖我7亿。你看，古总，我跟苏西薇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这件事情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没关系了，可外面都说你对他……那是以前。另外，我提醒你，那个王以琛连国都没出过，所谓的履历也是伪造的，他就是个依附女人的骗子。原来是这样。古总啊，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可提醒你，想收藏我们以琛画作的大人物，可不止你一个。古总，你要是错过了我这幅画，那错过的可是整个艺术史的未来。
哎，你笑什么？艺术史的未来，就凭这摊垃圾，你现在侮辱我的艺术！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买不起就直说。我是不可能为了一个垃圾消费7个亿的。这是以琛的画作，这是艺术。王以琛是吧？我倒是很好奇，你一个连国都没出过，是怎么做到飞升国际的？是靠做梦吗？以琛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没出过国？西伟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他这是商业手段，想压价。对，你就想压价。王先生，我再说一遍，你这幅画在我眼里1分不值。你这个人就是一个靠女人过活的软饭男，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王以琛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西伟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，我可以解释啊。王以琛，我为了你在拍卖会上我点天灯，我为了你我欠下了7个亿的巨款，我为了你我还放弃了何征那个渣男。原来从头到尾你都在骗我！原来从头到尾你都在骗我！不是西伟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你为我做的那些，那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。王以琛，你现在把我给你花的钱1分不少的全都给我还回来，还有在拍卖会和生日宴上花的钱，也都是因为你，这个钱理应由你来还。不是苏西伟，你疯了吧？钱是你喊的，字是你签的，我凭什么去还呀？我们艺术家是谈感情的，你怎么这么庸俗呢？停！我明天就要被追债的追上门了，我为了你一切都毁了，你跟我谈感情？我现在就给何征打电话，我要给何征打电话，他这么爱我，肯定会替我还钱的。何征，你快接电话呀！你不是爱我，你不是我的舔狗，你不是一辈子都离不开我吧？接呀！完了，全都完了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古总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等何征回心转意了，我就让他把这个钱连本带息的1分不少全都给你。痴心妄想！我告诉你，没了何总，你苏西薇连个屁都不是。保安，把这2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丢出去！哎，顾总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何征最心爱的女人。拉出去！放开我！爸爸，我们的大别墅呢？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就你话多，要不是你们，我哪有像现在这样躲债逃荒？苏小姐，你这是要讨债啊？苏小姐，你这是要讨债啊？孙经理，陈总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7个亿，今天可是最后的还款日，我当然是来收债的。我们没钱，你不要找我们，冤有头债有主，都怪王以琛，你找他要去。钱是他苏西薇喊的，字也是他签的，跟我可没关系啊！少废话，快还钱，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孙经理，你去找何征，他那么爱我，我的债就是他的债，他有的是钱，肯定会帮我还的。苏小姐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？何总早就说过，跟你1刀2断了。苏西薇，你把何征当提款机了，榨干了他这么多年，现在还想故技重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今天无论怎么着，也得把钱还上。爸爸，爸爸！
晨风，我求求你，你去找何正，他这么爱我，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会心软的，一定会帮我把钱还上的啊！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一定要替你还钱呢。何正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不会不管我的。你快去跟他们说，你会替我还钱的啊！别碰我！何正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过，只要我想要的，你都会给我的吗？这些话你全都忘了。是啊，小张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细微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你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，就再帮他这一次吧。绝无可能，绝无可能！我何征今日来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我的人生跟你苏细微再无半点瓜葛。而我何征此生该照顾的，便是我身边的嫣然和朵朵。我的钱，我的爱，我的一切，都属于你。至于他们，孙经理，全叔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欠的钱，跟我一分一毫都没有关系。明白了，何总。全都完了。你不是我的天空吗？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既然还不上钱，就都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！不要！以后再也没有人打扰我们一家三口了。